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4日晚间19点3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线啊，昨天一根大阴线跌破了4个交易日的连续反弹，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下跌呢，我们是有预期的。我们说了，道指和道指的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目前处在压力线这个范围啊。这条压力线呢是20日均线和30日均线构成的。同时呢，道指出现了4连阳，这个4连阳呢，我认为是有机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了。当然呢，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只走到杀升阳线的这个位置，即遇阻回落了啊。遇阻回落的原因，一个是消息面的原因啊，昨天晚上8点半美国公布 CPI 达到 8.6% 啊，同比达到上涨 8.6% 啊，这则利空消息。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它主联已经这个道指的合约啊，盘前合约主联呢已经顶到了均线位附近啊，顶到均线位附近之后，随即受到 CPI 公布数据的影响啊，也就是超预期的啊，同比达到 8.6% 这个数据的影响，发生了闪崩，快速下跌。那昨天最大跌幅已经达到了 3.94%， 这样大的跌幅呢，成功扭转了行情反弹的趋势。那目前来看啊，从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上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了一个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同时呢，2轮半下跌西游出现之后，建立了新低，新低走完之后，它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一轮反弹，也就是周线级别反弹西游，顶到60周均线开始回落。那我们看周线级别啊，周线级别已经出现悟空阴线，同时呢出现了8界的阴线，8界阴线这里面有个妖怪 K 线的反弹，妖怪 K 线反弹，我们在这个日线级别上看到了一个4连阳，4连阳之后，昨天的下跌啊，出现了周线级别的重新把这个8界阴线啊又重新展露了出来。最终呢，我们在行情上观察到了周线级别道指上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界阴线组，这里面有8界的主阴线和后面2个妖怪 K 线，这2根妖怪 K 线呢，其中有一根是阳线，对我们行情的判断起到了干扰作用。我把中间啊和后面的这根阴线呢把它叫做妖怪 K 线组。那整组的8界 K 线呢走的跌宕起伏，那后面的行情当中，包括下周的行情当中，就有周线级别继续下跌，最终呢走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啊，这就是我对美股长期以来对它看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和观点。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啊。那昨天比特币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啊，美股对比特币的影响非常大啊。美股8点半 CPI 数据落地之后啊，比特币随即出现高点啊。这个高点呢，我们看到了，也是这段时间以来啊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高点。我们看到了这轮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是由9月9日的这根悟空阳线，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引发的。引发之后，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预期它会有走到23500的这个走势，但由于昨天 CPI 公布数据落空啊，这个空头消息啊，8.6%是高于我们之前的预期的啊，我们正常预期是8.1%左右啊，同比就是8月份的同比和去年8月份的同比啊，大概是 CPI 数据是8.1%上涨。那么最终它数据落地之后涨了 8.6%， 是超预期的。在这样大的利空影响下啊，比特币伴随美股出现了一个超级大的阴线，这根阴线跌幅接近 10% 啊，最终跌幅是 9.9% 啊，这么大的跌幅呢我们看到了振幅是 13% 啊，最大跌幅 9.9%。振幅是 13%， 跌幅是 9.9%， 这样大的跌幅呢，我们认为它构成了接下来下跌的一个主阴线那这根主阴线呢，我们把它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观察到4小时级别上目前这轮下跌是走到了
八界阴线组的这个位置，分别是悟空阴线和八界阴线八界阴线之后呢，今天主要是围绕4小时的这根八界阴线做震荡。那下方呢，我们就有对4小时级别的一个预期，这个预期的目标点位呢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附近那这轮受到消息面利空影响和美股影响之后呢，我认为行情方向发生了改变之前出现了日线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呢，目前虽然还存活于世，但是方向已经发生改变。那在这根阴线的影响下呢，我们的目标价是在19000美金到18500。那这个位置还有没有支撑呢？有很多人会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行情会在这个位置18500到19000美金持续的震荡为什么还会持续震荡呢？我前面给出了一个理由就是从5月份5月中旬波峰连线和6月中旬的波谷连线来看18500到19000美金，比特币的筹码在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支撑，同时呢，这也是波谷连线非常不容易跌破的地方。那么在9月6号我们也观察到到达18500之后，随即开启了一轮缓慢的反弹。这轮反弹呢，持续时间是4个交易日，同步了什么呢？同步美股的4个交易日的反弹。我们看到了美股的4个交易日反弹呢，是9月7号到9月12号。那么比特币的反弹也接近于这个时间，但反弹之后行情最大的反弹幅度呢，我们看最大的反弹幅度是22%。我们之前给出的一个反弹的预期呢，从低点到高点是25%左右，目标点位是23500。但现在看这个目标位是接近了，但是没有完全到达。没有完全到达之后，我们看它的反弹的时间级别呢，主要是4小时级别反弹时间是4小时级别。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有对称时间级别的一个回落的一个预期。所以呢，目前点位在下跌趋势影响下，我们认为它能够到达19000美金到18500美金这个区间能够形成一个支撑对于底部来说，我们观察到的结构来说，这个底部是反复的确认，反复确认之后呢，最终才完成跌破。我们之前给出了一个这个黄色的收敛三角形刚才我提了一句，黄色收敛三角形之后形成之后，这个底部位置要反复的确认。所以呢，对于多头来讲，目前不适宜进场，因为现在是空头趋势。我认为你可以进行抄底的点位也是在18500美金附近。同时呢，再次反弹如果行情再次发生反弹，它的一个反弹幅度是更弱一些的。我认为下一轮反弹反弹的幅度应该是在15%左右这个反弹幅度我们在之前已经给过几次了，都非常接近不能说完全准确，都非常接近。第一轮反弹呢，我们给出的目标是50%，最终呢它是43%。第二轮反弹呢，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25%呢，最终是22%。那这轮反弹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15%左右的反弹到达低点18500美金附近有这样大的一个反弹，但是它的反弹空间是非常小的。在行情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趋势，就是空头趋势。如果盘面中能够形成我画出来的这个4次波谷的话那么它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符合波谷定律之后形成之后，行情将会继续往下走下就是做空的方向。那么我们之前给出的做空的一个目标点位呢，是在10500美金附近我们看前2轮行情，比特币的熊市当中呢，我们都看到了以18年的行情为例它形成看图形成了一个4次波谷的平台之后，1、2、3、4 4次波谷的平台之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底部，但最终呢，这个底部形成之后，
多军开始进场之后啊，行情发生了快速的跌落。那么这个底部形成之后，焦点位我们看到了，这是焦点位啊，附近的这个里面是一个变盘的位置，前面也可能是，后面也可能，只要是这个焦点位这个圆圈附近啊，这是一个变盘容易发生下跌的位置。所以呢，在行情当中，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个黄色的收敛震荡形成中期底部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有人问我说，这个如果到达$18,500附近，可不可能继续下行到15600？我认为是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行情走到目前这个阶段啊，特别是9月中旬，还是应该围绕啊中期底部平台做一个震荡整理之后，然后再做出下跌动作。当然了，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我认为是要不断的布局空单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波行情，熊市的行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缓涨急跌。我们看到了，从6月20日开始反弹，它经历了2个月的时间，反弹的幅度达到44%啊，43%、44%这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它的上涨阶段、反弹阶段也经历了6、7个交易日，然后一根阴线就回打下来。那么接下来的行情，这种趋势会越走越明显，就是盘面中会不断的出现缓慢反弹，诱使多军进场，然后一刀绞杀啊，这种画面会非常常见。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缓涨不断的上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那在前面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也不断的提到啊，多头的空间越来越小啊。昨天也是提到了，多头有没有空间呢？是有的，有这个空间啊。昨天我还提到了一点，就是盘面快速过山车啊，这一定会在短期内出现。结果昨天8点半就出现了啊。这一点呢是超我预期的。我认为美国一旦有各种消息啊出来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拉盘动作。结果它在消息出现之后没有做出拉盘动作啊，甚至只拉了一点点之后，随即快速下杀。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你要做到一点是什么呢？无论多空两军啊，要坚持自己的方向，才能够在盘面中获利。同时呢，在坚持自己的方向的前提下，要在进场的时候一定要设置止损啊，这样呢，你能够把握住行情当中更多的利润，减少自己利润的回撤的同时，减少自己本金损失的可能性。在盘面当中，我给大家就3点东西啊，一个是趋势。目前呢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啊，下跌中继的一个趋势啊。熊市当中啊，震荡啊，低点出现之后，震荡整理过程当中，反弹结束之后，再次下跌的一个趋势啊，这是当前的趋势。然后呢，在行情当中，你建立任何一个仓位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啊，无论是多空啊，还是极端行情，多头也会赚钱，空头也会赚钱。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位置，特别是摆正自己的心态啊。趋势了解之后，控制自己的位置啊，找到合理的位置，然后建仓布局仓位啊，设置止损啊，设置一个合理的低一些的杠杆倍数啊。最终呢，控制心态的前提下啊，做趋势获利是相对容易的啊。你不要多空都做。多空都做，最后受到最大伤害的是你全部的本金啊！这一点呢，一定要记住。那么比特币说完了，我们再说以太坊。那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交易对相当于以太坊对标比特币价格的一个变速箱啊。从这几天的 K 线来看呢，我们认为9月9日的这根阴线呢是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那么接下来走的这根阴线呢是8阶阴线。那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反弹呢，这个价格的反弹呢，我认为是日线级别8阶阴线遇到的妖怪，那在日线级别它就有继续往下走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以太坊今天晚上落地啊，今天晚上以太坊那个质押挖矿落地啊，落地之后呢，
利好落地就是利空。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走势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会有一个加速的日线级别的下跌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出现之后呢，会容易走出平行于前面这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啊。行情当中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平行结构，如果一旦出现平行结构啊，以太坊会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出现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回到以太坊啊本身对 USDT 的一个交易对上来看啊，我们看到啊，目前来看啊，从昨天的日线级别回落之后呢，它在上方133日均线这里是我看一下这里是144日均线我经常用这两个均线144、133，这个无所谓它两个均线非常接近目前144日均线在175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同时呢，分析这一组 K 线组之后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位置呢是悟空阴线，那么当前是一个8阶阴线组，这个阴线组走的非常复杂出现了8阶阴线反弹之后被杀死的情况，杀死之后呢，行情又重新回打下来。那目前呢，行情处在日线级别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到了前面这轮行情呢出现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很可能出现的周线级别的下跌的过程。那么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已经酝酿出来一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正在走出来。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呢，最终会走出来，最终呢这个时间级别有可能放大。那么现在对于以太坊的空头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预期呢，我们认为它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100美金附近也就是说之前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过一轮强势它在强势的过程当中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周线级别反弹呢是对应了以太坊的这个质押挖矿这一个利好。但是今天晚间24点整这个利好将要落地的情况下，我们对以太坊目前的走势有一个做空方向的一个预期，也就是利好落地之后的一个下跌有可能会出现，最终有可能导致以太坊跟随比特币做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从而回到当前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这个区域上来也就是说它这个上涨横过这个通过横盘震荡横过这个阻力之后有可能重新回到这个阻力区间，也就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弧形顶的这个区域中来，最终呢急速下跌到达1100美金附近。所以呢，目前来看做空以太坊还是比较划算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Luna 这个代币这个代币走势非常经典我们看到了在急速拉升之后，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小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出现之后，建立了高点 8.1496， 出现高点之后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到15分钟级别我们看它是怎么样回落下来的。首先呢，15分钟级别我画出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跌破之后一直往下走的同时呢，我们要切换时间级别，切换到1小时级别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轮支撑位分别在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这里都做了一些反弹超反弹抄底的动作。然后呢，今天盘面由于消息面这个韩国有可能对这个露娜的创始人做一些惩罚这个消息的影响下呢盘面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下杀。在急速下杀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了这轮行情跌破了169日均线，小直线169日均线之后，它向下方的4小时级别这个169日均线这里面找到了一个支撑，那目前出现了一点的反弹。那行情呢，我们看到了它走出了一个最终的什么结构呢？它走出了一个小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4小时级别下跌
我们看到了 CLGB 下跌这里面是悟空阴线，然后八进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CLGB 下跌之后，又多出来一根阴线多出来一根阴线。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目前它已经出现了什么呢？一个对称性的涨跌，这就是我在行情当中特别需要让大家伙注意的。盘面当中，在极端行情、在极端的消息面的影响下呢，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多空的追涨杀跌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也是大家伙在行情当中筹码损失、金钱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盘面呢非常多的是多空双杀。那么现在来看，对于多头来看2.48美金到2.35美金是它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未来的行情当中呢，可能会对这个盘面进行一定的回补，但是这个回补动作呢，我们要看小时线如果能够发生小时线的反弹吸油，那么就是一个做空的点位。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如果行情能够出现快速的拉升，那么上方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大概是在4.15美金附近。对于 Luna 这种代币来说，新手现在来看已经很难做了。所以呢，如果做它的话，我更多的建议是你做它的现货就好。现货怎么做呢？还是不断的切换时间级别，找到它可能的一个你有预判的一个支撑位附近再做。比如说这轮行情它可能会来回做出回补动作之后遇阻于4美金。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呢，日线级别就构成了一个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2.2美金是它的一个支撑，所以呢，如果抄底的话，2.2美金附近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它的极端的上涨和下跌呢，走势非常凶狠，非常凶险。所以呢，如果进场现货的话，一定要控制仓位，设置止损然后根据它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理论，在均线附近找到合理的布局位置。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加我个人微信。感谢大家，再见。